上，你当着全校同学的面让校花还钱，不仅对她进行各种恐吓，还说不还钱就搞你爸妈的早餐店。周围的同学不仅不骂你，反而纷纷指责校花为什么不还钱，只因在你表白校花被拒1000次后，突然发现你竟是都市爽文里的反派大少。明明坐在沙发上就有无数美女跪舔，却非要给绿茶校花当取款机拼命送钱。不仅以后被男主当垫脚石疯狂打脸，而且还被两人设计夺走全部家产，甚至还把你打断双腿后抛尸荒野。如今知晓一切，你发誓一定要让校花先还钱。就在刚刚，你在操场被女主拒绝第1000次表白，旁边的吃瓜同学们都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追到柳大女神吗？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此刻的你刚刚穿书进来，一想到书中男女主的人设，喉咙就泛起一阵恶心。男主叶晨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只是身怀系统，在系统的指引下一步步装叉起飞。而书里的其他女主们更是令人作呕，就比如站在你面前的柳如烟，表面上冰清玉洁，实际上却是拜金又绿茶，一边接受着你送的各种礼物金钱，一边又和你保持距离，却一直吊着你给你希望。你原身还以为她是一朵高贵的白莲花，却不知她在认识男主半个月后就主动和男主贴，而且还把你的钱送给男主，联合男主一步步害死你。真想不明白原身是有多恶，竟然会这么甜柳如烟。不过既然你已经穿越过来，必然要阻止这一切。你看着面前的柳如烟，好吧，那我就答应你。说完，你转身就把鲜花和礼物丢进垃圾桶。柳如烟懵了，她还以为你会像以前她拒绝你一样继续纠缠她，还在想接下来要怎么继续吊着你，可没想到你这次竟然这么干脆了。一时间她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她又想到在开学时撞见的男主叶晨，只一眼她便爱上了。如今你不再纠缠她也好，这样她就能和叶晨哥哥好好在一起了。然而你接下来的话却让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当朋友就算了，我们还是直接互删吧。啊！柳如烟懵了，她只是拒绝做你女朋友，但并没有想过要和你互删好友，毕竟你可是她的提款机，互删了让她还怎么继续找你要钱呀？柳如烟缓过神来，连忙说道：“陆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不和你做朋友的。”然而你却说道：“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就是拒绝。就这样吧，以后我们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当一个陌生人就好。说完你就打算转身离开。柳如烟见你真要走，立马就急了：“什么意思？什么叫没有明确的表示同意就是拒绝？我才试探多久你就没耐心了？”你并没有搭理他，继续往前走。柳如烟终于憋不住开口说道：“陆言，那你说要帮我出学费生活费还算数吗？”柳如烟此话一出，你顿时惊在原地，瞳孔瞪得老大。这天底下竟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都和他没半点关系了，他还想让你帮你出学费生活费，要点脸好吗？不过让你感到处境更加艰难的是，周围的吃瓜群众在听了柳如烟的话后，竟然都是支持他的。对啊，就算不做朋友了，学费生活费还是要出的吧。柳校花家条件不太好，陆言家那么有钱也不差这点了，毕竟都认识了3年了呀，不至于这么绝情吧？切，难怪柳校花不答应，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听着周围人说的话，你的血压一下子就飙升了。你刚要发飙时，又有一个短发女人站了出来，她叫王晴，是柳如烟的闺蜜，也是主角脑瘫后宫之一。不对，严格来说还算不上男主后宫。书里边她一直暗恋男主，并且找机会灌醉了男主，和男主发生了关系。等男主醒来后，直接向男主表白，结果还被男主给拒绝了。想到这里，你就忍不住笑出了声。喂，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家如烟的学费和生活费你就不管了吗？你可是答应过的呀！王晴扯着嗓子喊道。你原本想暴怒的心情一下子有些平复了，不是你不生气，而是气过头了。现在反而有些想笑。你知道和傻波一吵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但你也没有打算回避，而是答道：我和他已经是陌生人了，为什么还要帮他出学费和生活费？那是我的义务吗？你们怎么不帮他出呢？你们这么多人，一人捐个几十块，那也有好几千了吧？难道你们穷的连几十块都没有吗？听到你这话后，王晴当时就急了。你答应过的呀！你这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好歹也是个大男人，难道要说话不算话吗？我不管，这是你欠如烟的，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握紧拳头冷漠道：既然如此，那我倒要问你了，柳如烟，这3年我给你送了多少礼物？光是名牌包包就不下几十万，还有各种首饰、现金、娃娃、礼品。我本来不想纠缠的，但你们现在这么说，好吧，那些都是我为了追你才送的。现在你不答应，那就把那些礼物还给我吧，那已经不属于你的了。柳如烟闻言，脸色瞬间就变了，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也瞬间惊呆了。乖乖，光名牌包包就送了不下几十万，这对他们这些普通大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们先前还以为你只是请吃饭、看电影什么的，现在看就有些离谱了。但让他们更震惊的是，这柳校花收了别人几十万的礼物，居然还没答应，那她为啥要收啊？看着周围吃瓜群众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柳如烟慌了，支支吾吾了半天。你送的那些东西早就被她变卖花掉了，哪里还能拿出来？好在旁边的王晴依旧是稳定输出。陆言，你什么意思？送出去的礼还想要拿回来啊？那些东西不是你死皮赖脸的求我们家如烟收下的吗？而且什么叫不答应就得还给你？意思是收下了就得答应你的追求是吗？你这什么歪理？别说送几十万了，你就算送几百万、几千万的礼物，我们家如烟收了，想不答应那就能不答应？怎么的？有钱了不起啊？王晴说的振振有词，一时间把柳如烟也唬住了。她当即有些醍醐灌顶。对啊，收下就等于要答应吗？开什么玩笑？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有了一个安慰自己的说法，柳如烟瞬间就不慌了。而你此刻已经忍无可忍了，啪！你一巴掌狠狠地甩在王晴脸上，直接将她抽飞了。周围原本吵闹的吃瓜人群也瞬间安静下来，一个个全都瞪大眼睛。陆言，你干什么？柳如烟被吓了一跳，大声道。而被甩在地上的王晴正捂着脸，眼中已经有了泪花，怒道：陆言，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好看的。你当即冷笑道：让我好看？王晴，你该不会忘了我的身份吧？我爸是这学校的校董，我们家每年都给学校捐钱，连校长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的。好啊，我倒要看
看看你要怎么让我好看。这话一出，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也瞬间炸锅。我擦，原来陆少的父亲是咱们学校的校董，我的天！这身份也太牛了吧！不是，这么牛的少爷，为啥要死磕柳如烟呢？你应该说为啥柳如烟不答应。很明显，舆论已经倒向了你这边。王晴和柳如烟也这才突然惊醒，想到了你的身份。王晴开始后悔起来，自己没事干嘛要撕破脸皮？万一遭受到报复，岂不是更惨？看着王晴气势弱了下来，你又继续冷笑道：“对了，我想起来了，王晴，你们家是开早餐店的吧？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派人去你们家的早餐店门口盯着，只要有客人来买，我就给他们双倍的钱，让他们去隔壁的摊点买。我倒要看看你们家的早餐店能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撑多久。”王晴的脸色变了又变，要是真被你这么搞，那估计都不用1个月，他家的早餐店就得倒闭。王晴瞬间慌了，等一下，陆岩，我错了，我求你别这么做，我给你做什么都行，你不要去搞我爸妈的早餐铺好不好？我给你下跪磕头了。你依旧一脸冷笑，想让老子不去搞你爸妈的早餐店？没门！你刚才那张的气势呢？还让老子一定要付柳如烟的学费和生活费？你闹呢？而此刻柳如烟似乎还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以为你还会听他的话。他站起身，缓缓说道：“陆岩，我警告你，你要是真这么做了，伤了王晴的心，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说话的，我再也不会让你给我带早餐。毕业后我也不会联系你的，我是认真的。如果是之前，柳如烟这一招绝对有用，以前的你绝对会立刻低头道歉，但传输过来的你听完后，嘴角翘得比 AK 都难压。噗，那太好了，双喜临门了。陆岩都要憋不住了，看着你竟然这么开心。柳如烟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又加重语气道：“陆岩，你再这样，我真的一辈子也不会理你。你听清楚了没？我说的是一辈子。”柳如烟都有些委屈的快哭了，她都这么生气了，你为什么还是无动于衷？而你却不耐烦的说道：“不用喊得那么大声，我耳朵好着呢。一辈子，那你得说话算数。我支持你，这辈子可千万别再来找我，也别再和我说话了。就这样。”你平静的说完后，又看了王晴一眼，戏谑的冷笑了一下，便不再鸟他，转身就走。王晴一下子更急了，一下子抱住你的大腿，别走，陆岩，你不会去搞我爸妈的早餐店吧？你不许去啊！我求求你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你冷漠的开口道：“松手！不，我不松，除非你答应我不去搞我家的早餐铺。”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走出一人，正是书里的男主叶晨。王晴和柳如烟看到叶晨后，眼睛立刻就亮了。王晴更是瞬间撒手朝着叶晨跑过去。叶晨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直接开口说道：“王晴，你不用怕，就让他骚扰去吧，这件事我会帮到底的。”就在刚刚，他绑定的系统发布了任务，只要去王晴家学做几天早餐，他就能获得无比精湛的厨艺。到时候他叶晨做出来的早点，那味道绝对是独一家。他自信那些食客们肯定会回来的。王晴瞬间一脸崇拜，重重点头说道：“太好了，叶晨哥哥，那我就全靠你了。”说完还立刻转头一脸怨恨的盯着你，哼，校董了不起啊，有钱了不起啊，有叶晨哥哥在，你陆岩是翻不起什么浪花的。而一旁的柳如烟也是立刻凑上来说道：“叶晨，你想到办法了吗？这陆岩家可是很有钱的，要不然我再去和陆岩说一下吧，他会听我的话的。我这次真的要跟他摊牌了。”柳如烟是害怕叶晨也被你盯上，而你看着如此腻歪的三人，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到底是什么作者能写出这种脑残人设和剧情？不过按时间算，男主叶晨这会儿应该是刚获得系统，得到的任务应该是学做早餐的厨艺，你可不会让他称心如意。你微微笑道：“王晴的事你管了？那太好了，既然如此，那柳如烟欠我的那些钱，你也帮忙一起还了吧？怎么样？”这话一出，不仅是柳如烟和王晴的脸色变了，连叶晨一时间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脸上满是尴尬之色，因为他现在才刚刚获得系统，口袋里压根就没多少钱啊。如烟欠你什么钱？你之前那些不都是自愿给的吗？叶晨有些心虚的说道。你脸上顿时洋溢出热情的笑容，其中大部分确实是我自愿的，但柳如烟也有主动找我借过几次钱，也不多，就10几万。我想你肯定也很乐意帮柳如烟还钱吧？叶晨这时候只觉得骑虎难下，声音有些颤抖，问柳如烟道：“如烟，这是真的吗？”一旁的柳如烟脸上也是露出尴尬的神色，因为她确实找你借过钱，只是那都是2年前的事了，当时你也没说要让还，而且后面你还是继续一副舔狗的模样，这也导致她渐渐的就忘了这事，甚至默认不用还了。现在经过你这么一提醒，她才猛然想起来，不过这不能全怪她呀，她还只是个学生，更何况你那么有钱，也不该在意这10几万吧。柳如烟越想越委屈，而叶晨看到柳如烟这般委屈模样，当即正义感爆棚，好，如烟的钱我帮她还。此话一出，柳如烟猛然抬头，在她眼中，叶晨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上起来。你脸色淡定的掏出了纸笔，好的，那你现在就给我写张欠条吧。叶晨有些惊愕，怎么欠钱难道不用写欠条的吗？你冷漠开口。叶晨咬了咬牙，还是写下了欠条，日期也写上。你打算多久还我？给你2个月够不够？你这样一说，旁边的王晴立刻就不乐意了，马上站出来对道：“陆岩，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们都是大学生，2个月，你让叶晨哥哥上哪去凑10几万来呀？你分明就是故意的。”你冷声道：“这钱柳如烟已经欠了我2年多了，我还没有给你们算利息，已经很照顾你了。照你这意思，你们要是等个几十年才攒够还我的钱，我就得等几十年吗？我已经很客气了，否则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们还钱。”王晴一下子就闭嘴了，他不敢再说了，生怕你现在就让叶晨还钱，那情况只会更糟。好在叶晨也已经想好了，他自信自己有系统帮助，足以在2个月内筹到10几万，因此叶晨平静地回应道：“行，2个月就2个月。”看着叶晨满脸自信地在欠条上写上日期，你心里忍不住偷笑，开局这傻缺男主就欠了我10几万，他估计还想着要利用系统赚钱还我呢，不过太天真了呀，你已经知道了后续剧情，怎么可能再给他发育的机会？你收好欠条，刚准备离开，不料叶晨却再次拦住了你的去路，说出的话也差点让你惊掉下巴，你就这么走了？就在刚刚，觉醒的系统给他增强了体魄，他现在觉得自己一拳能打死1头牛，而就这么让你装一波就走，他这个天命之子面子往哪放？看着你面前眼神不善的叶晨，你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
怎么你还有事？你面露不屑，只是随便打了个响指，周围立刻就有10几名西装暴徒冲了出来，把你护在身后。身为本市首富之子，出门带10几个保镖很合理吧？看到这一幕的叶晨嘴角瞬间抽搐，毕竟现在只强化到了初级体魄，再怎么厉害也不是这些西装暴徒的对手。没事，叶晨有些不甘心的说道。没事就走开，别挡道，不然我还以为你要绑架我呢。说完，你头也不回的潇洒走了。周围吃瓜的同学里顿时有人喝彩道：“陆少干得漂亮！我早就说了，陆少这种有钱人身边怎么会缺美女？死磕什么柳校花呢？隔壁女神不香吗？就是陆少多金有钱还痴情，想要什么样的女人要不到啊？我猜这柳校花现在肯定后悔死了，本来还想吊着陆少的，没想到陆少直接撒手不管了，真是笑死我了。”叶晨的脸顿时成了猪肝色，校花柳如烟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现在没了你这个提款机，以后他是真的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家里给的那点生活费也只够他日常开销，买包包奢侈品啥的事想都不能想。他还真有些后悔和你闹掰。不过王晴接下来的话倒是让他稍微好受了些。什么叫如烟后悔啊？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如烟一点也不后悔。那陆岩和我们家如烟掰了，我们家如烟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就别造谣了。如烟根本不喜欢陆岩，而且我告诉你们，陆岩就是个混吃等死的二代，叶晨哥哥将来才是真正的强人，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闻言，还没走远的你微微一笑，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手机群发了条信息出去。很快，身后的人群中又发出一阵欢呼。我收到陆少的邀请了，晚上8点，玫瑰酒吧，陆少也要请客，还有我也收到了。死牛啊！陆少今天居然酒吧包场，邀请了所有人，嘿嘿，跟着陆岩少爷看长腿跳肉，感谢陆少，陆少以后就是我大哥，以后谁再敢说陆少不是，我绝对大嘴巴子抽他。吃瓜群众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尽是兴奋之色，而叶晨3人却都黑着脸，因为你邀请了所有人，唯独没有他们3个。王晴愤愤说道：“切有钱了不起啊，败家子，他最多也就再狂一段时间，未来绝对是比不上叶晨哥哥的。”柳如烟也在心里自我安慰着，肯定会这样的，哼，这家伙一和我分开，就跑去酒吧找其他美女，果然本性暴露了吧？还好我没有答应他，要不然估计绿帽子都得天天有了。如此想来，还是叶晨哥哥好，我的叶晨哥哥绝对是很专情、很优秀的男人。柳如烟这样想着，心情就好了些。这时，一旁的叶晨突然问道：“如烟，今晚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呀，我们一起去吃炒面怎么样？”王晴顿时露出无比羡慕的表情。哇，如烟你也太幸福了吧！叶晨哥哥请你吃炒面，哎，你还在犹豫什么？快答应了，你不去我可去了。宁呜呜，太羡慕了。可柳如烟一想到你在酒吧里看美女热舞，而自己却要顶着热气在路边摊吃炒面，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了。让他更无语的是，王晴还非要跟来，突然对他有些反感，但也没说什么。晚上玫瑰酒吧里，无数帅哥美女聚集在这里，你直接豪气无比的喊道：“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我陆公子买单！”大家敞开了玩，顿时酒吧里的氛围被点燃到最高潮，所有人都嗨得不行，甚至有许多美女主动来到你跟前，想和你喝一杯，不过都被你拒绝了。身旁的一个富少有些疑惑问道：“陆哥啥情况啊？你一个美女都不要吗？我看你们学校今天来了很多美女啊，你就不想挑2个带回去吗？”你摇摇头说道：“不了，我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富少顿时来了兴趣：“是谁啊？该不会还是那个校花柳如烟吧？陆哥你还真够痴情的。”然而你再次摇了摇头说道：“不是他还没这个资格，我要追求的人是周瑶。”这话一出，周围几人的表情顿时有些凝固。要知道周瑶可不是一般人，你陆岩虽然是本市首富之子，但那周瑶可是全国首富之女，甚至他家在海外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可以说在他面前你根本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听说周瑶的脾气可是火爆的不行，这样的女人你恐怕难以企及。他们看你的眼神不禁怪异起来，虽然没说，但你也大概猜出他们的想法。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原著小说里周瑶一直暗恋着你，很多次都主动为你出头，即便和男主叶晨对上也在所不惜。虽然最终还是被叶晨打脸，不过他对你的爱一直没有变过。反而那叶晨3番5次的向周瑶表白，想要周瑶对他投怀送抱，结果周瑶宁死不答应，反而陪着你殉情。想想就觉得自己是真傻波一，竟然放着这样仗义专情的女子不去珍惜，反而把那个拜金绿茶的女主捧在手心，活该被男主搞死。不过现在的你断然不会再像小说里那样，那几个富少看你一脸认真专情的样子，有人出言劝道：“嗨，陆少，这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我记得你和那周瑶好像也不认识吧？而且周瑶的背景可不一般，根本不是我们能比的，哪怕是陆少你。”恐怕也……他话没有说完，不过意思却很明显了。而你只是笑了笑，说道：“放心吧，兄弟们，我有把握，到时候你们就不能叫周瑶了，都得给我喊嫂子，知道吗？”这话一出，几个富少顿时露出崇拜的神情，纷纷举杯恭敬道：“好，陆哥牛波一！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想追谁，我都顶你。来，我们预祝陆哥旗开得胜，干杯！”与此同时，某路边摊灼热的火焰已经让柳如烟觉得很难受，再加上天气闷热，她压根没什么胃口。而叶晨则贴心的加了几根肉丝给她，还温柔问道：“好吃吗？如烟妹妹，这家的炒面向来是一绝，要是之前柳如烟肯定会笑着说：好吃，叶晨哥哥给我加的。”太好吃了，可现在的柳如烟只觉得自己是不是脑子抽了？大热天的窝在开火的煤气旁吃炒面，周围的环境也差得不行，这算哪门子浪漫啊？而一旁的王晴却吃得非常香，还赞不绝口，连夸叶晨实在是太会选地方了。柳如烟听得都有点想翻白眼了。然而让她意外的是，她突然看到你坐着劳斯莱斯从她面前驶过，你刚刚在酒吧玩了一会儿，有些饿便出来吃饭，首选自然是全城最有名的天上人间。此时你并没有发现路边摊的柳如烟3人。如烟妹妹怎么了？叶晨看到柳如烟突然发呆，便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一眼便看到你的座驾，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们要去天上人间吃饭。当柳如烟看到你的车子驶进天上人间的停车场时，瞬间感觉面前的
炒面有些难以下咽了。曾经你也带他去过天上人间，里面的饭贵的吓人，2个人就吃了3万多，他车里肯定还有其他美女吧？哼，这家伙变心也太快了，刚拒绝我没多久就勾搭上好几个美女了，幸好我没答应。柳如烟在心里酸溜溜地安慰着自己。一旁的王晴也看到你进了天上人间，脸上没有丝毫羡慕，反而还嘲讽道：呵呵，真是傻子，人均上万的菜都去吃，他们难道不知道1万块可以让他们吃大半年了吗？真是个败家子，迟早会把家底给败光的。柳如烟听了顿时有些无语，这个王晴怕是不知道你究竟多有钱。这时一旁的叶晨察觉到柳如烟的情绪，当即说道：放心吧，如烟妹妹，我以后一定也会带你去吃一次那天上人间的。柳如烟听到叶晨这么说，也终于是平衡了一点，她对叶晨微微一笑，索性不再去想了。哼，那陆岩有什么好的？和叶晨哥哥比起来，他根本不算什么。另一边，你直接来到天上人间的最顶层，身边跟着赵龙、赵虎2兄弟，这2人是你父亲陆天河安排给你的保镖，他们对你忠心耿耿，可原著里你却只把他们当成听话的狗，甚至为了柳如烟，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男主害死，而你没了这2兄弟的保护，不知道挨了多少黑棍，可以说是愚蠢至极。如今你当然不会再做出这么蠢的事，你会好好善待这2兄弟的。坐吧，我肚子都饿扁了。你直接让2兄弟在你左右两边坐下。2兄弟眼中满是惊讶之色，他们虽然是你的保镖，但还是头一次跟你来这么高端的地方，而且你还让他们跟你一起吃饭，这在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对视了一眼，最后一咬牙坐了下来。美味的菜肴很快上来，你直接大快朵颐。2兄弟本来还有些放不开，但看你丝毫不在意，便放下心来大吃特吃。最终这顿饭你们一共吃了6碗。不错，不愧是人均上万的饭菜，果然充满了金钱的味道。你拿着一根牙签满意的剔了剔牙，同时开始思索以后要如何对付男主叶晨。你记得按剧情要不了多久，叶晨的系统会给他发布一个任务，让他去收购一栋烂尾的小洋楼。那小洋楼位置偏僻加上烂尾，所以只需要小几10万就能拿下。可再过几个月，那栋烂尾楼所在的地方就会被划分成学区房，那烂尾楼的价格也一下子暴涨到200万，叶晨直接就赚大发了。而原本叶晨是不够钱买小洋楼的，就算帮助王晴家嘛卖早餐火起来，也只拿到几万块的分红，最后还是柳如烟为他凑够了钱，而柳如烟的钱还是你给的。可以说叶晨之所以能崛起，少不了你的帮助。可是后来他们是怎么对自己的？想想就来气。书里的自己真是蠢得无可救药。好在现在你不会再让那一切发生了，你决定提前把那栋烂尾小洋楼收购了，并且周边所有房子你全部收购。既然要做就做绝，要把男主的路全部堵死。到时候叶晨揣着10几万巨款，想要去完成系统任务，结果突然发现一切都变了，那场景光是想想你就笑得合不拢嘴。既然决定要收购楼房，那就需要大笔资金。好在你家里啥都不多，就是钱多，而且你还有5个大佬姐姐。大姐陆小云是家族企业掌权人，2姐陆星云是国内知名女明星，3姐陆梦莹是粉丝上千万的国民网红，4姐陆顾瑶则是独自创业，如今手上已经有好几个独立品牌的成功企业家，5姐陆婉婷是业内知名的黑客大佬，而且这5个姐姐还都是宠弟狂魔，对你好的不行。而书里的你却对姐姐们没有丝毫好感，甚至厌恶她们，一心只扑在校花柳如烟身上。现在想想真想抽自己一嘴巴子，自己真特喵是眼瞎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次回去就和家里和解吧，最好给姐姐们都带一些礼物。你这样想着，忽然看到前方有一家卖奢侈品包包的店铺，而大姐陆小云就非常喜欢这些名牌包包，于是你立即朝着包包专卖店走去。当你走到一半，突然又看到马路对面有3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叶晨、柳如烟和王晴3人。你顿时乐了，你记起来剧情里确实有这么一段，叶晨邀请柳如烟一起出来吃炒面，柳如烟同意了。吃完面，叶晨就牵起了柳如烟的手，2人就在一起了。一想到这点你就来气，你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心思来讨好柳如烟，别说手了，连她的衣角都没摸到，结果叶晨只用1碗炒面就给拿下了，真特喵恶心。这种蠢女人谁爱舔谁舔吧，离谱到这种程度了，还装高冷呢。你在内心嘲讽一番后，连停顿一下都没有继续往前走去，而叶晨3人全都不淡定。叶晨眼神平静，他已经做好了等下那你如果过来挑事，那他就要给你好看。王晴则在内心继续谩骂，可柳如烟却莫名感觉有些失落，为什么你看到他却不过来找他？你不是应该吃醋，至少也得过来说想送他回家吧？你怎么能无视他呢？难道不怕他生气吗？柳如烟觉得很委屈。很快你给5位姐姐买好礼物，拎着大包小包从奢侈品店走出来。王晴看到后立即对柳如烟说道：如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陆岩坐不住了吧？你看他又买包包又买镯子，摆明是想给你赔礼道歉，这次不能那么容易原谅他。柳如烟闻言顿时眼前一亮，心里也不由期待起来，但他又马上收敛了些，毕竟叶晨哥哥还在旁边呢，怎么能让叶晨哥哥吃醋呢？果然叶晨整张脸已经有些黑下来了。柳如烟连忙撇清关系说道：那家伙就算要给我赔礼道歉，我也不接受，他对我的好姐妹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还让叶晨哥哥欠下10几万巨款，我是不可能会原谅他的。此话一出，叶晨的脸色果然好看了些，他微微笑道：如烟妹妹，不要白不要，刚好我最近缺钱，不如让陆少再借我点，到时候我连同那10几万一块还给他。你看陆岩正朝我们过来呢。柳如烟见叶晨都开口了，便说道：那好吧，既然叶晨哥哥都说了，那我就收下好了。而你拎着大包小包正要回到车里，突然柳如烟出现在你面前，说出的话也是瞬间让你惊掉下巴。好吧，既然你这么想让我原谅，那我就考虑考虑吧。说着就伸出了手，好像在等你把东西交给他。闻言你十分蒙圈，片刻之后你明白了他的意图，十分好笑的说道：不好意思，这是给我5个姐姐买的礼物，和你没关系，麻烦让让。说完你推开他，上了车之后扬长而去，而柳如烟则傻傻的站在原地，呆愣的看着你离去的方向。这怎么和王晴所描述的不太一样呢？难道你那些礼物真不是要送
给我呢？瞬间，柳如烟的心态又有些不平衡起来了，而此时的你心情却十分愉悦，很快就回到了原主家所在的庄园，占据1万平方米，里面设施齐全，有马场、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大花园啥的，充满了贵族气息。停好车之后，看着面前奢侈富贵的环境，你忍不住在心底感叹：这要是能让我住进来，就是让我开跑车带名表，我也愿意啊！就在你暗自感慨的时候，一个盘着头发的贵妇走了出来：小妍回来了呀，来，妈给你削个苹果吃。这女人就是书中你的母亲，名叫柳依依，虽然已经年近50，但由于保养的好，所以依旧风韵犹存。谢谢妈。我爸呢？你爸在他的办公室里。好，你说完，直接来到你爸的办公室。此时的陆天河正拿着报纸看新闻，看到你进来，微微笑道：小妍回来了，有什么事吗？爸，我想找你拿点零花钱。陆天河有些愣了，他放低报纸看着你，一脸惊讶：你这孩子，之前不是说不用我们的钱吗？怎么了？遇到什么困难了？等等，你要钱，该不会又是为了那个叫柳如烟的女人吧？陆天河对柳如烟没有半点好感，纯粹是这女人让我们家小妍苦苦追求了他3年，结果他连手都不让牵一下。如果真是要继续给那个女人花钱，陆天河有点不想给了。他是有钱，但他也不是傻子。可你接下来的话，让陆天河彻底惊呆了。不是，爸，我已经决定不追柳如烟了，我找你拿钱是有其他事。这话一出，饶是以陆天河的见识，都有些不由张大嘴巴。房间外，正送苹果来的柳依依听到这话，也是一个没拿稳苹果掉到地上。柳依依快步上前，抓住你两边胳膊，一脸惊喜地说道：小妍，你说的这是真的？哎呀妈呀，我们家孩子终于开窍了，老祖宗显灵了呀！柳依依一下子有些情绪激动，之后更是走到墙边开始烧香了。这把你都看傻眼了，看样子书中反派大少陆岩的设定确实是离谱，这都把老两口给整的都有过激反应了。孩子，你是说真的？太好了，老天有眼啊！我家小妍终于不再那么痴情了。好，你要多少钱？爸爸都给你。哈哈哈，100万够不够？爸爸先给你转100万，怎么样？陆天河不等你回答就率先说道，这话则把你给吓得不轻。有钱人就是好啊，随便一给就上百万，你当然是心满意足。不过你觉得有件事情还是要和自己父母说一下。嗨，爸，我虽然不追柳如烟了，但我现在想追另一个女孩子。这话一出，陆母的表情立刻变了，陆天河更是一脸委屈。儿啊，你不会刚舔完那柳如烟，现在要舔别的女人了吧？好吧，有可能别的女孩子不像那个柳如烟那么会吊胃口。行，爸爸也支持你。正在烧香的柳依依也有些担忧，只是你之后的话让他们更加震惊。爸，我想追的女孩是周瑶。周瑶？陆天河愣了下，觉得这名字好像有点眼熟。片刻后，他忽然瞪大眼睛：孩子，你说的周瑶是那个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啸虎的女儿周瑶？就是她。你脸上笑容更甚，你现在一想起周瑶在书中为自己做的那些事就有些激动。这周瑶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妻子。而陆天河与柳依依两人听闻这话更是激动的不行。太好了！陆天河喊了声，随后就跑出来和柳依依一起烧香。老祖宗又显灵了，我儿子终于出息了，感谢祖宗！你看着老两口这一番让人无语的操作，也是汗颜。儿啊，爸支持你。虽然说咱家比不上那周氏集团，可爸觉得那周瑶比柳如烟好太多了。没事，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这样，爸给你转1000万，你好好合计合计，大胆去追吧。陆天河鼓励着你，他知道自己这乖儿子要是能追到周瑶，那对整个陆家来说都是有巨大好处的。即便失败了也没关系，至少自己这傻儿子开窍了，不是吗？只是陆天河也清楚，那个叫周瑶的小女娃好像很火辣呀。无论是脾气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是普通少爷能拿捏的。就算我这儿子和普通少爷不太一样，但陆天河依旧觉得希望渺茫。然而这些都无所谓了，今天自己的儿子成长了之后，陆天河的1000万也很快就会到你的卡里。看着卡上那1000多万的余额，你再一次感受到有钱的快乐。8位数存款，没想到我陆岩竟然也有这样的一天。你这时候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告别了陆天河与柳依依后，再度来到街上，1000多万的存款带来的底气，让你挺胸抬头。之前虽然坐着豪车，有大少的身份，可卡上只有10几万，感觉一般。现在就不同了，如此轻易的得到1000多万，你觉得这比那傻缺男主叶晨要快太多了。叶晨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你记得也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呢。不过既然身为反派，你也已经决定要打压男主，先前你不着急，享受了一番，那这时候差不多了。你很清楚叶晨接下来就要去王晴家的早餐铺完成任务，赚取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你自然也不会就那么简单让他成功的。这件事情你打算让赵龙、赵虎两兄弟去办，这两兄弟的办事能力你还是很认可的。那赵龙听完你的计划后点点头说道：放心吧，严少，包在我们身上，我保证那早餐铺之后每天都不会有一个人去的。记住了，别使用暴力，拿钱办事就行。你现在啥都不多，就是钱多，用暴力的话，你知道那叶晨现在已经习得一些拳脚功夫了，虽然2拳难敌4手，但没必要。做完这些，你整理了下心情，接下来你就要见到本书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女人了，也就是这本小说里的女反派周氏集团的千金周瑶。这周瑶为什么是女反派呢？很简单，因为周瑶喜欢你，而男主叶晨在书中处处让你难堪，女主柳如烟也是百般拒绝你，使得你频频出丑。于是乎，周瑶就和柳如烟还有叶晨以及其他的女主们杠上了，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因为家庭原因，周瑶很孤僻，从小被家里要求学习这个那个技能，琴棋书画一样没有落下。好不容易等长大了自由些了，但又因为性格原因没什么朋友，更是见过无数那些名头不好的少女，那些人里有很多都追求过周瑶，但都被周瑶冷漠的拒绝了。
因为那些富少是真正的滥情，将女人当成了工具。可你不同，你追了柳如烟3年，虽然手都没牵过，可你并没有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因此舔了3年的你，在他眼中成了一个深情且专一的男人，渐渐对你产生了好感，并且暗恋了你3年。说来好笑，当了3年舔狗的你没有感动柳如烟，反而感动了女反派。设定里你找关系，和柳如烟分到一个班，周瑶也动用了家里的关系和你一个班。是的，周瑶不仅高中的时候是你的同学，上了大学你们还是一个班的。说来，周瑶在班上是比较安静的，虽然是千金大小姐，但周瑶和其他人没有半点接触。她每天做的事就是坐在角落里默默观察着你，以及暗自羡慕你对柳如烟做的每一件事。周瑶很希望那些事情你能对她做。第二天一大早，你买好早餐准备前往学校，不多时，教室里许多同学们看到你拎着热腾腾的早餐走了进来，一时间众人有些惊讶。陆少又给柳如烟带早餐了，什么情况？哎，昨天你们不是说陆少已经不和那柳如烟联系了吗？我听说陆少好像不舔柳如烟了呀。呵呵，我就说嘛，这陆少都舔了3年了，他如此深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很意外。角落里，周瑶看到这一幕也是眼神一沉，眼里充满了失落的情绪。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痴情啊！周瑶在内心轻叹，他把头垂得更低了，只露出一双明眸的大眼睛，在盯着你的脑袋看。这么帅的男人，为什么不是我的呢？可恶啊！周瑶气得有些咬牙切齿，他对那柳如烟可谓是极度的狠。而柳如烟看到这一幕，脸上竟然也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她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内心的阴翳一下子消散许多。太好了，陆言没有要放弃我，这真是太棒了！柳如烟打心眼里高兴，她这时候都差点想主动迎上去，从你手里接过早餐了。但想了想，柳如烟还是忍住了。她端正坐姿，期待着你给她送早餐。这一次，柳如烟绝对不会再冷冰冰的回应了，她要露出甜美的笑容感谢你。柳如烟有些想明白了，你对她确实不错，就算不接受你的追求，人家对自己这么好，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只是一旁的王晴却露出戏谑的神情，她相当于局外人。王晴坚信，无论你怎么努力，最终如烟都会是叶晨哥哥的女人，这陆言会遭到报应的。教室里的其他同学们也都默默观看，在等待着好戏的上演，而你也兀自往后方走去。柳如烟越发紧张，手指头都开始纠缠在一起，她有些坐立不安。当你经过她身边时，柳如烟嘴巴都微微张着，谢，那谢字差点就出口了，可你却直接从她身旁走过，根本没有半点停留。一时间，教室里的众人全都惊呆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你居然直接走到最后一排，来到周瑶身边，然后在周瑶瞪大的目光中，你将手中的早餐递了出去，并笑道：“周瑶同学，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餐，趁热吃吧。”瞬间，周瑶心跳加快，整个人都懵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下方的吃瓜群众们也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到了。原本还有些嘈杂的教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众人全都懵了，他们就是做梦也没想到，这陆言少爷今天的早餐居然不是给这柳如烟带的，而是给那周瑶。教室里的众人都很乐意吃瓜，他们中有些人还露出玩味的神情，看看柳如烟又看看周瑶，而柳如烟那里则是大脑轰鸣。相比于周瑶的震惊，柳如烟也根本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柳如烟越想越心颤，她头一回体会到心痛的感觉。不过柳如烟最终还是没有阻止，虽然如此，可柳如烟的情绪依旧无人在意。相比之下，你面前的周瑶脸却直接羞红得像苹果一样了，她瞪大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这个她暗恋了3年的男人。周瑶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份甜蜜的早餐居然是陆言带给她的。这陆言同学，这份早餐是给我的。周瑶还是无法相信，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则直接把早餐放到他面前，然后竟然坐在了他的旁边，这让周瑶更是心跳加快，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扑通扑通，仿佛要跳出来了一般。震惊！震惊！周瑶，你可是周氏集团的大小姐啊！周瑶这时候在脑海中不断告诫自己，可那份喜悦与甜蜜差点要冲昏她的头脑。好半晌后，周瑶才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难道说陆言先前拒绝柳如烟就是为了……周瑶忍不住胡思乱想一通，但她也很快冷静下来，这怎么可能？以陆言的痴情程度，哪有可能那么容易放弃？虽然我觉得你很应该放弃就是了。周瑶在脑海中脑补，而她嘴上也是回应道：谢谢你，陆言同学。这般景象，要是让熟悉周瑶的那些姐妹们看到，一定会惊掉下巴。毕竟周瑶的性格可是很火辣的，她属于那种瞥你一眼，你都会觉得后背发凉的角色。那红色的头发，精致的妆容，完全就是女王范拉满。可现在在你面前，却乖巧的像一只小猫咪。周瑶没有再说什么，她这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只下意识的拿起你买的早餐吃了起来。好好吃，很普通的包子和豆浆。周瑶相当开心，你能给她带早餐，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呀。而实际上，这时候的你内心也是激动的不行。我塞，原来这周瑶还有这样温顺的一面。你震惊了，你突然觉得自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其实，在进来教室的第一眼，你就注意到了这个红色头发的女孩。你原本以为自己会看到周瑶彪悍的一面，没想到这还有意外收获。不是，这么可爱又火辣的女孩子，你不要非要去追那柳如烟，你想不通，但你也懒得去揣摩了。你偏过头看向周瑶，你的心跳忽然也快了一拍。只见周瑶低着头，默默啃着包子，她的皮肤很白很嫩，红色的头发低垂，大眼睛咕噜咕噜转着，看上去好像很紧张的样子，似乎是察觉到了你的目光。周瑶的脸颊更加绯红，她的眼珠子愈发慌乱，也不敢和你对视。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会，最终周瑶还是忍不住偏过头，也看向你，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了，陆言同学？这时候的周瑶哪还有半点女反派的样子？
这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嘛。你也是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吃东西的样子好可爱，想如。”一瞬间，周瑶的脸红得像雏田一般，这要是在动漫世界里，恐怕已经能喷出蒸汽了。而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很震惊，一大早就有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大家当然是看得津津有味。那柳如烟抿着红唇，一脸委屈的表情，也让许多人心中暗自有些过瘾。很快，老师进来，开始上课。陆岩、周瑶、柳如烟三人都是商务系的学生，这课也很快结束。只是整节课上，周瑶都压根没听进去，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失神。他在思索自己要不要主动一下，毕竟你今天的举措就很让人心动啊。但周瑶又有些犹豫，他不确定你是否是真的放弃柳如烟了，有这么简单？说实话，周瑶觉得要是你没放弃，心里还有柳如烟，那自己上去就有点像小丑了。周瑶怎么也是周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啊，就算再喜欢你，周瑶也不会像你那样毫无底线的当舔狗，她还是有自己的矜持。甚至周瑶还想到，这会不会是你在故意气柳如烟？是的，当这想法一出现，在周瑶脑海中就有些挥之不去了。她觉得这好像也有可能了。想到这，周瑶再度有些不开心起来了。她鼓起嘴巴，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周瑶同学，你今晚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周瑶愣了，吃饭？为什么？周瑶还是没搞清楚，你到底是几个意思？我有些题目不懂，想着请教你一下，你有时间吗？你很自然的找了个理由。原来是这样，我当然有了。不过请客的话，还是我请你吧，毕竟你今天都给我带早餐了。陆岩同学，谢谢你，我很开心。周瑶听到这话就放松了许多，不管你有没有彻底放下柳如烟，周瑶都享受这一刻。但你继续说道：“没事，另外除了有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我还有些事想找你聊聊。”周瑶闻言一愣，她不知道你还有啥事，不过最终周瑶还是答应下来。当晚，神霄大酒楼里，你开了个包厢，包厢里周瑶有些紧张，她不知道你要和她讲什么事。学习上的问题，周瑶倒是不会介意，可要是其他的，她就拿捏不准了。但你的目的也很正经，你打算带着周瑶一起起飞？是的。你之后想到了，既然自己知道云城某个郊区的地即将被划分为学区房，那干嘛不拉着周瑶一起买呢？只凭你一个人的，当然还不够啊！这种好事情怎么能让叶晨捞去呢？所以你很快将此事告知周瑶。你说道：“周瑶同学，我有内部消息，云城的某块地再过不久就要划分成学区房了，我想拉你和我一起投资，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到这话，周瑶愣住了，原来是为这事啊！周瑶莫名有些松了口气，她刚刚还以为你是想谈关于柳如烟或者别的什么呢。周瑶有点担心，但既然是钱的事，那就不算是啊。周瑶脸上立刻露出笑容，当然了，陆岩同学，你想让我投多少？你心中惊讶，这么简单的吗？嗨嗨，我打算投1000万，不知道周瑶同学能投多少呢？你决定让周瑶自己来做选择。说实话，就算周瑶不相信也没事，你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周瑶的话让你更加震惊了。既然是陆岩同学的消息，那我就把我的零花钱全部投进去了。全部吗？是多少呢？5000万。周瑶露出甜美的笑容，都给你吧，陆岩同学，你来操作，我相信你。这就是富婆的世界吗？你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算土豪了，可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豪。你这1000万还是陆天河得知你要追周瑶才特地给的，要不然原本也才100万零花钱，毕竟你还在读大学。可周瑶这5000万只是他平常的零花钱，只要他要，向家里一开口获得的只会更多。于是乎，你不由再度发出灵魂提问，你想问书中的反派陆岩？陆岩那陆岩，你这放着这么好的女孩不要，非要死磕那柳如烟，有意思吗？绑富婆她不香吗？直接少走30年歪路啊！你看着周瑶那甜美的笑容，内心也愈发坚定了。嗨嗨，周瑶同学，你这么信任我呀？你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了，反正就算亏光了也没关系啊。不够你再说，我再给你拿。周瑶的话让你更是震惊，这女反派也太香了吧？不对，这哪里是什么女反派？这分明就是我真正的白月光啊！你当即表示要舔也应该舔周瑶这样的女孩子。不对，如果是对周瑶，那肯定不会是舔了。你很清楚，要是你每天给周瑶送早餐，以周瑶的性格，绝对会回报自己更多，而不是像柳如烟那样就那么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并将这一切都当作是寻常，享受他人的好，而不想给予半点回报，还希望别人能继续对他好。这是被人舔习惯了吧？反正你是不舔了，那柳如烟谁爱舔谁舔吧。够了，谢谢你，周瑶同学，我相信这次我们一定会大赚一笔的。你举杯，这一餐你和周瑶都吃得很开心，期间你们聊了许多，周瑶也终于展现出了她那大姐大的一面。和你熟络了些之后，周瑶也放开了。陆岩同学，你放心，以后要是被人欺负了，你就找我，我会帮你摆平的。我周瑶可不是吃素的，要不然你就当我小弟吧。对了，陆岩同学，你打游戏吗？我最近在玩一款游戏，我发现好难玩啊，你会玩吗？可以教教我吗？周瑶脑海中偶尔会闪过，你是不是只是在演戏？又或者你真的纯粹是想找自己投资？但都无所谓了，能和你这样一起吃个饭，周瑶已经心满意足了。她也主动了些，希望能和你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对此你自然没有丝毫抗拒。什么游戏啊？你好奇问道。这款叫打豆豆的游戏。周瑶把手机递过来，他人也跟着凑了过来。那红色的秀发有一些搭在你肩膀上，你能闻到那淡淡的清香，真美好啊！但这游戏你确实是第一次接。根据你记忆，这款名叫打豆豆的游戏，在这小说世界里也挺火的。你上手试玩了下，发现并不是很难，但周瑶却玩不太明白。你知道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人菜瘾还大。熟悉游戏后，你轻松的打通了好几关，看得周瑶一阵惊呼啊！陆岩同学，你好厉害呀！
你不是第一次玩这游戏吗？周瑶看着你的眼中，感觉都要冒星星了，你则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要是换做柳如烟，100%不会这样夸你。然而周瑶可是周氏集团的千金，地位尊贵，却能给你提供这么丰富的情绪价值，在你心中，周瑶已经+1+1+1+1+1正1分了。你还是想不太明白，为什么反派非要死磕女主呢？就因为她设定上是女主吗？在内心摇了摇头，你也不再去思索关于柳如烟的事，你脸上露出一抹装叉的笑容，说道：“是的，第一次玩，轻松通关，好棒啊！”周瑶也很配合，但你很快继续说道：“周瑶同学，你说，要是我自己研发一款游戏，你觉得怎么样？你先前就想过了，你所知道的很多东西，在这个小说世界里都是没有的，比如在原先世界里爆火的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哪怕是那些手机游戏，如水果忍者、神庙逃亡、愤怒的小鸟啥的，也根本没出现过，甚至都没有类似的游戏。那这不是摆明了给你机会吗？你自己倒是不懂编程，可你的吴姐陆婉婷是业内的编程大佬，以及在书中有一个叫陈若雪的白毛短发萝莉妹子，同样是编程大佬，而她也是女主之一。没错，这陈若雪是叶晨之后会攻略的一个女主。叶晨是软件系的，在系统的帮助下，她后来对编程也十分精通。然后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叶晨认识了陈若雪，并和她联手编写出了几款新的游戏。那些游戏的灵感啥的，都是叶晨的系统所提供的。你的目的则依旧是要抢先一步，得到与陈若雪的合作。你虽然不会编程，但只要请吴姐陆婉婷帮忙，这都小菜一碟。到时候吴姐陆婉婷顶替叶晨的位置，两个编程大佬联手，按照书中的设定，是绝对能把你想要的游戏给制作出来的。当然了，不行的话，也可以再多找一些人一起合作，这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你拿下与陈若雪的合作后，和他签个合同，让他只能为自己打工，那这叶晨就又得干瞪眼了。你相信这件事情应该也不会太难的，毕竟那陈若雪家里还有点麻烦，你会出手帮忙解决的。而周瑶这里，他听到你的话后，眼中的光芒愈发明亮。陆言同学，你说什么？你打算自己研发游戏吗？啊，太厉害了！我可以加入吗？我干什么都行，只让我投资也可以。周瑶眼中好像真的有星星，她一脸期待。你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小富婆还是个游戏控啊。书中没有提到，不过这也算是意外发现了。当然了，我求之不得呢。有周瑶加入自然是好事。周瑶闻言也是高兴的不行，她心中对你的好感继续提升。两人没有吃多久，因为周瑶的家教，所以她很早就回家了。离开神霄大酒楼，你掏出手机给吴姐陆婉婷发去了个消息：姐，你在吗？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搞定吴姐这边之后，你也打算回去休息。可让你有些意外的是，就在这时，一条好友申请弹了出来，是柳如烟。你懵了，这女人找我干嘛？虽然书中陆言舔了她3年，但这里的陆言可没有半点兴趣。原本你不想理的，只是思索片刻，你还是通过了柳如烟的好友申请，看看这女主想干嘛吧。你也不介意看到柳如烟后悔的嘴脸，尽管你觉得这不可能就是了。可让你想不到的是，加完好友后，柳如烟发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你惊掉下巴。就在不久前，为了让校花还钱，你成功让主角叶晨欠你10几万，不仅让他们在全校面前拉了一波大脸，还和喜欢你的女反派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本以为柳如烟从此以后不会出现在你面前，可没想到她又突然想请你吃饭，并穿着黑丝站在你旁边。陆言，你和那周瑶到底是什么关系？朋友关系？那怎么去神霄大酒楼吃饭了？你们的关系有那么好吗？陆言，你说话呀！你人呢？柳如烟急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当你不舔她后，柳如烟感觉自己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就变了。那事情才发生了没几天，可她却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太真实，甚至对叶晨的感情也弱了许多。你回到宿舍后直接就睡着了，也懒得去管柳如烟还有什么别的事。可柳如烟那边就没这么顺利了，她竟然又一次失眠了。女生宿舍里，王晴还有柳如烟的几个室友都睡觉，唯有她抱着个手机，一脸纠结与焦急。这陆言到底在干嘛呀？怎么不回我消息？以前你都是秒回的呀，难道是没看到？难道和那周瑶在？柳如烟越想越烦躁，她高傲的性格也正在被一点一点的磨灭。到最后，柳如烟甚至主动发了一条：陆言，你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饭。可消息发出去许久，你那边依旧没有回应。这下子柳如烟也被气到了，可恶，你爱回不回？柳如烟赌气，将手机一扔，把被子蒙过头，不想去想这件事了。第二天一早，你醒来，立刻就看到未读消息26。我 C， 什么情况？这女人抽风了吧？你都傻了，想不明白了。这柳如烟给自己发那么多消息干嘛？但你并没有第一时间点开，而是点开了周瑶的对话框。早上好，周瑶同学，这是以前都会给柳如烟发的，现在不会了。不过有趣的是，当你消息发出去后，手机震动立刻传来，周瑶回消息了，早上好呀，陆言同学，还带了一个吐舌的俏皮表情包。你脸上露出笑容，这才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啊。和周瑶打完招呼后，你才点开柳如烟的对话框。看完柳如烟发的那些消息后，你内心毫无波动，也没打算一一回应，你只回了柳如烟的最后一句话：没时间。宿舍里，柳如烟看到手机震动，她心跳都立刻加快了。可当她又看清那没时间3个字的回复，都不用点开对话框，柳如烟的心就直接凉了半截了。她忽然又开始觉得委屈了，为什么我都主动请你这家伙吃饭了，你居然说没时间？柳如烟委屈的不行，明明之前自己和舍友去 KTV 都是你给买的单，那时的你明明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怎么现在连自己请你吃饭你都说没时间呢？难道这家伙是真的没时间？柳如烟忽然想到，有可能你并非故意拒绝的呢。她内心经过一番纠结后，突然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只见她竟一个人去了趟超市，并买了条黑丝回来。陆言，我就不信了，你会无动于衷。柳如烟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有绝对的自信的，毕竟在学校中可不止你一个人舔她。另一边，有系统加持的叶晨也打算去王晴家早餐店赚钱。叶晨有绝对的自信可以赚到钱，因为他有系统，还有系统发布的任务，外挂在手。就问还有谁？如烟妹妹，我今天去帮王晴家解决麻烦了，你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欠陆家少爷的那10几万，我肯定也会
很快帮你还上的。叶晨的话让柳如烟愣在原地，而此时王记早餐铺里，王晴正一脸甜美笑容，把叶晨介绍给他家里人。爸妈，这是叶晨，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来帮咱家忙的。王晴父母则有些懵逼，帮忙？帮什么忙？当然是帮咱家的生意了。叶晨这时候也一脸正气说道：叔叔阿姨，我对做早餐很感兴趣，你们只要教教我怎么弄，我肯定能帮你们做出非常美味的早餐来。王晴父母的反应也和书中差不多，充满了不信与怀疑。王晴哥哥更是忍不住嘲笑道：不是兄弟，你认真的？这做早餐虽然看似平常，但那也需要一定的功夫啊。你以前学过没有？我连做饭都没做过。叶晨如实回答。噗，那这更没戏了。好了，虽然我们家是有点小麻烦，不过也还没有到需要你帮忙的程度。王晴，你还是带你这同学出去玩吧，我和爸妈可没那闲工夫。听到哥哥这样说，王晴当然是不乐意了。王红，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这叶晨哥哥可是很厉害的。爸妈，你就教下叶晨哥哥呗，咱家肯定需要叶晨哥哥的帮忙。王晴父母听到这话则有些疑惑，为什么我们家一定要这小伙子帮忙？我们家里又没遇到什么困难。妮儿，你在说什么呢？但王晴父亲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王晴一开学就招惹了一位有钱的大少。王晴母亲也是在一旁不耐烦道：行了，晴，我给你100块，你带你这位同学出去逛逛街吧，我们要忙了。见到这种情形，王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难道直接说：爸妈，我帮你们惹了一个大麻烦，有个大少爷要耍一个损人不利己的阴招，他要让人给钱，每个来我们家店铺买早餐的人，只要不买，他们就会给双倍的钱，让这些人去别家早餐铺买。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半点生意也没有。王晴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该怎么告知，他这时候紧张的不行。可就在这时，老板，给我拿1个包子，2个馒头，1杯豆浆。好嘞，一共5块。王晴父亲立刻应答，但旁边传来另一个声音：兄弟，我给你10块，你去隔壁早餐店买，怎么样啊？那顾客顿时一脸懵逼，为什么？顾客还是比较警惕的，不过那小伙也直言不讳，说道：我和这家早餐铺有仇，只要不让他们赚钱，我哪怕亏点钱也无所谓。这话一出，王晴一家人彻底傻眼了，这娘是哪一出啊？而那顾客则像是吃了一个大瓜一样，小心翼翼地接过那10块钱。不仅如此，旁边几个来买早餐的人也莫名其妙赚了一笔钱，他们全都乐开了花。嘿嘿，好嘞兄弟，没问题，可以，小意思，我多走2步路去别家买就好了。OK。对了兄弟，你们这每天都有吗？有个顾客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每天来还有钱赚，太超值了呀。而那人也是淡定的点了点头，然后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每天都有，放心吧，只要各位不买这家店铺的早餐，每天都能来我这领钱，领多领少是个缘分，在下啥没有，就是钱多。大家听清楚了吗？这么不要脸的话说出来，来买早餐的吃瓜群众们一个个都傻眼了，紧接着便是无数的应和。有波一土豪啊，哈哈，多谢，明天我还来这领钱。放心兄弟，我以后绝对不会买这家早餐铺的早餐了，我让我那几个朋友也都不买。你不买，那我也不买了。走，兄弟们，我们一起去吃别家的早餐。我听说有一家味道也挺不错的，大家刚好可以去尝尝。就这样，看着原本10几个客人全都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王晴父母和他哥哥直接傻眼在店铺里。王晴哥哥更是气得牙痒痒，这也太贱了吧！靠，这是谁出的馊主意？是隔壁的李氏包子铺，还是对面那陈记早餐铺？这些人也太恶心了吧，太逆天了。但不对啊，如果是其他早餐铺派来的，那他们这不是净亏钱吗？王晴父亲甚至忍不住开口嘲讽道：呵呵，这样送钱，他们能撑多久？这和直接上大街上撒钱有什么区别？这些人脑子坏掉了吧？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的王晴终于是一脸惶恐，小心翼翼地开口道：爸妈，这些人不是其他早餐铺派来的，是一个叫陆岩的大少派来的。那大少也很有钱，他这样挥霍个几个月几年也没问题。听到这话，王晴父亲瞳孔骤缩，王晴母亲更是差点2眼一黑要晕过去了。王红直接傻眼，说什么？王家人这时候看着王晴，那眼神感觉像是能吃人一样了。他们的早餐铺可没办法在几年都没啥生意的情况下继续支撑啊！不用几年，几个月下来，他们就得亏得底裤都不剩了。虽然那个少爷绝对也是亏钱的，可王晴家哪里能和那种大少家庭相比？但王晴父母想不通，这个少爷干嘛跟我们过不去？王晴，这什么情况？你给我说清楚！王晴母亲也在一旁焦急道：你说话呀，到底怎么回事？王晴，你是做了什么？惹了那位大少爷吗？你说清楚啊！这让王晴一下子更加慌乱，说不出话来。好在这时，一旁看戏的男主叶晨站了出来，露出他那标志性的主角笑容，淡定说道：叔叔阿姨，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闭嘴！你谁啊你？我们家的事要你来插手吗？叶晨还没说什么，一旁的王晴却不干了，他就丝毫听不得有人诋毁他的叶晨哥，当下直接呛道：王红，你嘴巴放干净点，叶晨是我同学，你要是再这样出言不逊，我就和你断绝兄妹关系。王晴这话完全是上头，就像是那种追星追到入迷的叶晨，在他心中俨然已经成为了神一般的人物。而王红也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僵，他冷哼一声，没有继续和叶晨杠。可王晴父母却是被气得不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时叶晨就将事情大概说了一下，他略去了你舔柳如烟，还给了柳如烟那么多钱的具体事实，就说王晴为了保护同学挺身而出，结果就和那少爷结仇了。王家3人听后自然是一脸郁闷。哎，小晴，你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何必去惹那大少爷呢？咱家又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那现在怎么办？他们几人虽然气愤，可事已至此，后悔已无用。要不然我们去给那少爷道个歉，去和那几人说一下。王晴父母觉得这招可行，王晴当然是不同意。叶晨也笑道：不用，叔叔阿姨，你们只需要教我怎么做早餐，我绝对能帮你们把那些客人拉回来的。叶晨这话一出，王家3人就有些震惊。王红依旧是一脸不屑：你一个连饭都没做过的人，要怎么拉呀？难道你想说你做出来的早餐是绝世美味，那些人非要吃你做的不成？就是这个意思。叶晨露出笑容说道。王红听了人都傻了，这还有这么自信的？
王晴父亲则开始沉思，他想了想，觉得要真可以的话，那也行啊，不但能帮忙把王家早餐铺的招牌打出去，还可以见识一下这小子真有那么神，反正也不差这点功夫。于是乎，王晴父亲就答应下来，说道：“好，小伙子，那我就来教你。不过你要是不能把那些客人拉回来，那我要求你和王晴都得去和那少爷道歉，这是你们惹出来的麻烦。”王晴觉得这有些过分，因为原本就是他的事。但叶晨拦住王晴，潇洒说道：“没问题，王叔叔，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这下子王晴父亲才彻底放松下来，看这家伙这么有信心，应该不是吹的。而叶晨内心也是十分得意，虽然中间出了点小插曲，不过不影响他完成系统任务。陆家少爷，你虽然有钱，但我叶晨可不会怕你想和我争夺如烟，门都没有。叶晨也有些意气风发，你虽然是个前期很经典的反派，但并不是唯一一个。这叶晨还有许多敌人，只是那些敌人也都不会是叶晨的对手。就这样，叶晨开始跟着王晴父母学习做早餐，他确实一窍不通，可在系统的帮助下，叶晨没学多久就渐入佳境。王晴父母也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看样子我们好像有救了，这小伙子可以啊，这天赋也太高了。我尝尝你做的包子。王晴父亲拿起一个，一口咬下，顿时他眼睛瞪大，这也太好吃了吧，简直比我们做的还要好吃很多倍啊！王晴父亲给出了高度评价。王晴的母亲还有他哥哥闻言也是纷纷拿起叶晨新做的包子，好吃，有点东西啊！这下子我们就不用怕那陆家少爷了。王晴也是高兴的又蹦又跳，但美食做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客人尝了。如果客人不吃的话，这东西就算再美味也没用啊！叶晨做的早餐可谓是色香味俱全，王晴父亲更是下了血本，直接打出招牌：今天的早餐全部免费，仅限一天，大家先到先得。这下子王晴父亲表示，绝对不可能再没有客人了。在这种美味面前，怎么可能有人会愿意为了那10几20块的小钱而放弃如此经典的早餐呢？叶晨也是一脸自信，他相信自己肯定能帮助王家绝地反击的。可让他们蒙圈的是，就算王家的早餐铺打出了如此招牌，半天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王红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就到街上看了看。忽然他瞳孔有些皱缩，他看到了能让他气吐血的一幕。只见赵龙赵虎两兄弟找来的混混正拿着钱站在一个抽奖功能的圆盘旁，上面招牌上赫然写着：凡是不买王家早餐铺早餐的人都可以到这领钱并参与抽奖，2倍、3倍、5倍、10倍，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瞬间王红差点就被气吐血了，就为了不让我们家的早餐铺有生意，你们这些人还搞起活动来了！王红把所有人都喊了出来。当他们几个看到这一幕时，也都当场呆住。怎么会这样？众人全都蒙圈，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连叶晨也都有点慌了。他做的早餐虽然好吃，可要是没人买那也没用啊。最主要的是，那10倍抽奖真抽中了一次就赚小几百块，这吸引力对于买早餐的人来说简直无敌。并且叶晨也没办法询问系统，只能发挥自己的脑力。可叶晨虽然身为主角，可也只是依靠系统无脑爽，设定里也并没有很聪明这个选项。所以叶晨最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倒贴。叔叔阿姨别着急，我还有办法，我们可以倒贴请那些客人来吃早餐，只要让他们吃一次，我相信接下来他们还会来的，到时候我们就能反败为胜。叶晨信誓旦旦，他对自己的早餐很有信心，觉得只要让人吃一次就可以打开局面，并且人人夸赞。王晴父母那边一听也觉得可以，反正是叶晨出钱，于是乎这几人一合计就把招牌给改了。与此同时，你那边也收到了赵龙赵虎的消息，严哥，我们按你的指示已经让那王家的早餐铺好几天都没一个客人了，不过那5万块也花的差不多了。我知道了，做的不错，我再给你们转50万。说完你直接转账，你马上就要通过买地赚一大笔钱了，到时候别说50万，就是500万你都能轻松拿出来。而且以你的背景设定，这都是洒水的。而此时的叶晨等人还没意识到，接下来你的骚操作会有多惊人。王家早餐铺这边，王晴父母一脸忐忑，他们已经把招牌打出去了，按照叶晨的主意，从一开始的免费倒贴10块、20块，最终居然涨到了50块一人。吃个早餐不但免费，反而倒贴50，这让王晴父母有点难崩。王晴父亲也是一脸愁容，觉得自己也太悲催了，怎么就生了王晴这么个女孩？没事惹那大少爷干嘛？你以为你是小说里的女主吗？更何况如果让这王晴父母知道这件事情，你非但没有做错，错的反而是王晴，他们恐怕想打死女儿的心都有了。也就是叶晨愿意出钱倒贴，要不然他们这时候绝对要去求那大少爷原谅，他们只是小老百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而此时王记早餐铺门口可以领钱的消息也很快在南城流传开来，每天去排队参加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很仗义，既然选择了领钱，那哪怕是要买早餐也不会去王晴家的早餐铺买。王晴父母就看着一批一批的人手中拿着几十甚至上百的现金，脸上挂着笑容从他们家早餐铺门口走过，但就是没有一个人驻足。这还不算什么，最扎心的是好不容易来了那么1-2个人，还不是来买早餐的，而是来感谢的。你们这早餐铺太牛了，这几天下来活活让我多赚了几百块，感谢感谢。王红有些愤怒，王晴父亲则立刻露出期待的神情，发挥生意人的惯用伎俩，连忙说道：那兄弟你要不要买一下我们的早餐？你看你都谢我们了，就帮忙吧，这连续好几天没生意，王晴父亲真的要支撑不下去了。然而那人的回答也让王晴的父亲脸上笑容凝固，那怎么行大叔，我们都拿了别人的好处，怎么能买呢？再见哈。那人很热情的打了招呼，随后头也不回的走了。这一刻王晴父母都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王晴则一脸纠结，他这几天连话都不敢说了，生怕被父母一顿抽。叶晨也从原来的自信到焦急都头皮发麻，他这时候都想爆粗口了，有没有搞错？陆岩这大少不讲武德呀！
靠！叶晨觉得很悲催，明明是他装叉的好时机，可结果这家伙居然来了这么一招。关键是叶晨还没办法破局，不过叶晨终究是主角，他很快冷静下来，并下定决心，只要有一个人帮忙把我的招牌打出去，那就足够了。叶晨依旧对他做的早餐有绝对的自信，可现在的叶晨还没有崛起，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他想到了请校花柳如烟来帮忙，毕竟柳如烟在南城大学还是非常有名的校花，要是让如烟来吃一下，然后帮忙宣传，叶晨一拍脑袋，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没有丝毫拖沓，直接给柳如烟发了消息：如烟，你现在有空吗？来帮我一下可以吗？柳如烟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觉得这陆妍简直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那王晴也是她的闺蜜啊，再加上前些天柳如烟看到你与周瑶的接触，那内心的不爽，于是乎柳如烟也有了个主意。没事，叶晨哥哥，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我会帮你处理好的。叶晨闻言内心一喜，但下一秒又立刻反应过来，处理？这如烟妹妹要怎么处理？她难道要去找那陆妍少爷？不行，绝对不行！在叶晨这龙傲天男主眼中，女主怎么能主动去找反派呢？哪怕他们之间只是单独说几句话，龙傲天男主叶晨都会觉得自己被绿了，所以他立刻发了数条消息过去，让柳如烟不要去找你。可柳如烟并没有理会。下课之后，他纠结良久，最终还是回到宿舍，换上了他前几天买的黑丝，配上 JK 短裙，又化了精致的妆容，那颜值，那身材，妥妥的校园女神，极品到让人咂舌。柳如烟的容貌丝毫不输那些绝美地明星，当她走出宿舍后，立刻就成为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学校里的同学们，无论男女，全都看呆了。柳如烟看到周围同学的反应，心中的尾巴已经要翘到天上去了。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哼哼，陆妍，我就不信这次看到我，你还会两眼空空。你给我等着吧。片刻后，柳如烟停下脚步，她看到前方你就站在那，穿着衬衣潇洒的靠在栏杆上，好像在等着谁一样。柳如烟不知为何内心有些窃喜，原来你还挺帅的嘛，论颜值感觉不输叶晨哥哥呀。柳如烟内心深处瞬间冒出这个想法，可就在她准备走过去时，突然一辆无比拉风的红色跑车响着轰鸣声从远处驶来，在许多学生们惊讶的目光中，就这么停在你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女孩，女孩一下车就吸引了无数人，那绝美的容颜、性感的天鹅颈，更是让许多学生直流口水。周遭的同学们忍不住窃窃私语：我 C， 这该不会是陆少新找的女朋友吧？太羡慕了，不愧是大少爷啊！这女朋友的质量高的也太夸张了吧！这美女感觉不输那柳如烟啊！听着周围同学们的讨论，柳如烟整个人站在那里，仿佛跟丢了魂似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火红色头发美女不是别人，正是周瑶。柳如烟看到这周瑶下了车后，便迈着大长腿走到你面前，你脸上也露出笑容，两人似乎在嘀咕什么，看上去就像一对很恩爱的情侣一般。柳如烟想逃走，可刚一转头，柳如烟就犹豫了。她突然想要和那周瑶争一争，我就不信了，我柳如烟真的比不上这个女孩吗？这陆妍肯定是在装，你之前明明那么喜欢我。柳如烟知道她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对不起叶晨，可柳如烟控制不住，以及她也在内心安抚自己说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叶晨哥哥，我得和那陆妍说清楚，让他放王晴家一马。想到这，有了正当理由的柳如烟便鼓起勇气走了过去，而她走近之后，也自然听到了两人的谈话。陆妍同学，我钱已经给你汇过去了，就等你好消息了，要是不够的话，你跟我说就行。没问题。周瑶同学，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哥带你发大财。什么哥？你是我小弟，哼哼，快叫姐姐。周瑶忽然有些傲娇说道：你也当然是宠着了。是，周瑶姐姐。这时你眼睛一瞥，就看到了周瑶身后那道亮丽的风景线。周瑶注意到你的目光，也转身看去，于是两人看向柳如烟。柳如烟顿时有些怂了，可最终她还是轻轻握着粉嫩拳头，开口说起了正事。陆妍，我找你有点事，你能过来一下吗？柳如烟不知道周瑶和你刚刚说的钱是指什么，她也不认为这周瑶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算有钱，和你比起来肯定也不如。她还是更希望能帮忙解决叶晨哥哥的麻烦。但你却回道：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柳如烟愣住，她看了下周瑶，接着坚定说道：陆妍，关于王晴家的早餐铺那件事，我替她向你道歉，你能不能不要再让人去搞他们家的早餐铺了，就当是给我个面子好吗？早餐铺？什么早餐铺？周瑶内心一动，她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事。至于周瑶对柳如烟的敌意，这是正常的，她原本就看不惯柳如烟的那些举措。陆妍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却依旧装高冷高高在上的，你在装什么呀？在周瑶眼中，你就是个实打实的好男人，比其他少爷还有那叶晨强的简直不要太多。而对于柳如烟的请求，你只是平静答道：不好，是他先来惹我的，他那天那趾高气扬的态度，你不会忘了吧？他可是非逼着我给你花钱，还说什么这钱我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觉得这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吗？柳如烟一听这话，立刻有些急了。可我都已经替他道歉了呀，难道这还不够吗？一旁的周瑶听了，则是翻了翻白眼。那天的事情，周瑶也听说了。你明明已经要走了，是王晴站出来找你麻烦的，现在你反击，王晴那里只能说活该。同样的，你听了这话也是一脸懵逼。多么熟悉的话语啊！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呵呵，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你在内心冷笑，但你这时候气也确实出的差不多了。王晴不过是个小角色，哪怕到了书里后期，也依旧是个普通人，翻不起什么大浪。相反，看着柳如烟这般楚楚可怜的模样，你脑海中有了更多想法。不过还不等你开口，柳如烟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好，陆妍，那我答应与你约会，这样总行了吧？一时间，诸多同学们全都惊在原地。我没听错吧？柳大校花主动说要和陆少约会，牛过一啊！陆少舔了那么多年，终于是要抱得美人归了吗？虽然不知道他们之前聊了什么，但柳校花今天还特意穿了黑丝，陆少今晚有福了呀！周遭的同学们全都对你表示羡慕的不行。然而让众人更加震惊的是，听到这话的你却微微一笑，平静说道：不行，我为什么要和你约会？
没兴趣啊，你还是找别人吧。轰！柳如烟大脑轰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片刻之后，她才缓过神来，然后一脸的震惊：陆言拒绝我了。柳如烟蒙圈了，要知道她可是鼓足了勇气才敢说出这样的话语啊。陆言，你什么意思？你现在这样有什么好处吗？你明明那么喜欢我，何必呢？我都同意要和你约会了呀。你同意要和我约会，我就得和你约会吗？这哪来的歪理啊！行了，你要没什么事就别打扰我，我和周瑶同学还有些话想说呢。这句话杀伤力更是恐怖，柳如烟宛如被晴天霹雳了一般。不过她似乎还没死心，继续说道：陆言，你过来，我要单独和你谈谈。你听了则已经心累的不行。不过让你有些惊愕的是，一旁的周瑶终于是看不下去了，她迈开修长大腿走到你身前，冷声说道：喂，你听不懂吗？陆言同学让你别打扰了，你还继续纠缠是几个意思？你要是不想走，我不介意帮一帮你。听着周瑶恐吓般的话语，她有些怂了。但柳如烟很聪明，她忽然用一种楚楚可怜的目光看向你。这时候的周瑶也有些小紧张，她是实在看不下去才出言呵止的。可周瑶很清楚你对柳如烟的感情，她也有些怕你因此而生气。柳如烟也以为这种情况下你总该帮自己说话吧，然而你却直接说道：你还站着干什么？周瑶同学的话你没听到吗？这一刻，你和周瑶站在一起的画面，看起来就是两个欺负校花的大反派。柳如烟一个人根本招架不住，如果不是还有其他同学在场，她恐怕都要哭出来了，也没脸继续纠缠了。柳如烟转身打算离开，周瑶内心则充满了惊奇之意。陆言同学竟然支持我这样做，太好了！周瑶松了口气，同时也高兴的不行。她早就想为你对着柳如烟了，之前是怕你生气，现在好了，陆言同学好像真的放下了。周瑶觉得，那自己难道真的要有机会了吗？且这时周瑶也想起刚才柳如烟和你所说的早餐铺的事情，于是乎周瑶忍不住问道：陆言小弟，你说的那早餐铺是什么呀？你也没丝毫隐瞒，就将自己的这些骚操作都告知周瑶。周瑶听了后瞳孔瞪大，随后直接笑出了声：噗！陆言同学，你这招真是太绝了！哈哈哈！好，对待那种女人就应该这样。周瑶丝毫不客气地嘲讽着王晴，她表示要是换做她来，那王晴的下场只会更糟。不过让你惊愕的是，原本打算离开的柳如烟，听到你们又谈论此事，竟一咬牙转头又说道：陆言，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放过王晴他们一家？听到这话的你突然来了兴趣，你走上前说了一句让柳如烟内心震颤的话：想要我放过王晴也可以，你让叶晨跪下来跟我道歉，我就放他们一马。这话一出，你反派的气质再一次喷涌而出，柳如烟更是感觉到惶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有压迫感。柳如烟慌了，甚至不敢反驳你，不知道是迫于你的压迫感，亦或者是为了挽回你。柳如烟居然鬼使神差的答应了，只听她木讷又害怕的小心翼翼回答道：好，我会尝试和叶晨哥哥说一下的。那陆言，你要记得遵守你的诺言啊。说这话的柳如烟是那般的楚楚动人，而你倒也没对柳如烟再说什么，只是转头和周瑶一起离开了。另一边，王家早餐铺里，叶晨正焦急地等着柳如烟的消息，而就在这时，叶晨的手机震动，他连忙拿起来一看，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叶晨脸上露出笑容，可当他看到那消息的内容后，叶晨惊呆了，他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叶晨哥哥，你能给陆言跪下道个歉吗？这样陆言就会愿意放过王晴一家了。你放心，陆言已经答应我了，所以你可以帮帮忙吗？叶晨哥哥，柳如烟以一种最卑微的语气说出了让叶晨很是暴怒的话。说实话，这要不是柳如烟发的，叶晨恐怕都要给他贴上标签，敢让我叶晨下跪，你有取死之道。不过叶晨很清楚，这绝对是那陆家大少的阴谋。可恶的陆言，居然让我的如烟妹妹遭受如此委屈，这件事情我和你没完，你给我等着吧，如烟妹妹的仇我一定会替她报的。叶晨咬紧牙关，现在他只恨自己年少，要是能多给他一点时间。叶晨表示那陆言根本没有与自己叫板的资格，因此叶晨很快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对策。柳如烟那里他也是很正气凛然地回道：如烟妹妹你别担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给陆言下跪不是我的风格，但不这样做，我也有办法帮王晴家度过这次难关。你好好回去休息下吧，如烟妹妹。叶晨的话让柳如烟有些回过神来，看着叶晨发来的消息，柳如烟恍然惊醒，我这是在干嘛？我居然想让叶晨哥哥给陆言下跪。他莫名有些气愤，这个陆言实在是太嚣张了。柳如烟点开联系人，直接给你发了条新消息过去。陆言，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要不要放过王晴？你要是再纠缠他的话，叶晨哥哥不会轻饶你的。看到消息的你则是有些无语，你已经决定要打压叶晨了，那叶晨怎么可能还能崛起呢？不仅如此，在你告知周瑶王晴那早餐铺的事件后，周瑶当即表示他也要插一手。陆言同学，这么好玩的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周瑶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两个反派就在这时一拍即合，你感觉相当痛快，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吗？这女反派简直太香了呀！至于柳如烟那里，你脸上露出笑容，直接回道：是吗？那我倒是乐意等着了。你的话把柳如烟气得不轻，你这家伙，等着吧，等叶晨哥哥发威，有你好受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决定去帮叶晨宣传早餐了。不得不说，这方法还是有效果的，毕竟柳如烟是南城大学的校花，她的颜值本身就能吸引一大批追随者。可时间一晃，几天过去，来吃叶晨做的早餐的人依旧很少，这下子连柳如烟都纳闷了。但等他们出去定睛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他们看到你派来的那些人摆的摊子上赫然写着20倍、50倍、100倍抽奖。叶晨瞬间傻眼，100倍！我也想去抽奖了。王晴家几人都根本无法相信，这也太离谱了吧！
有钱真能这么任性？100倍，那一个人就得送出去上千块呀，10个人1万块，每天得花小10万，就为了让他们家的早餐铺没半点生意。王晴父母直接绝望了，算了，我们还是搬走吧，我们都不过的。王晴父母哪里见过这种阵仗？那陆家少爷的能量简直太大。说实话，王晴父亲觉得那少爷没派人来砸他们的店，已经是大发慈悲了。他们要是再不懂点规矩，那可能就惨了。王晴母亲也觉得，要不然去和那少爷道歉吧，让王晴去。而王晴虽然很不愿意，可看到你的能量，他也怂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叶晨好像也束手无措了，每天砸个10几万来抢生意，叶晨现在怎么可能有办法应付？柳如烟固然是美女，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可每天能去领几百块、上千块的零花钱，这谁会拒绝？大部分人都抗拒不了，你的名声也因此大了起来。至于说你让他们把倍数提升，自然是因为有周瑶的加入，以周瑶的财力，每天挥霍10几万还不够他们家的利息吗？洒水。至此，叶晨彻底败下阵来，他也无可奈何了。王家那边，王晴父母严厉的要王晴去道歉，最终王晴迫于无奈找到了你。看着面前来道歉的王晴，你表示一点都不接受。陆言，对不起，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之前的事是我不对，你现在说道歉已经晚了。王晴，我还有很多时间陪你慢慢玩呢。你反派嘴脸一览无遗，王晴顿时心中充满绝望。下一秒，他做出了一个让你都震惊的举措。只见这王晴竟然当着你的面开始脱衣服，而你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校服，也是一脸坏笑的走上前。